继续讲起信论。我再强调一下，起信论简单的了解一下就行，听不懂没关系，这个不会影响你听后边的。上次课呢讲完了始决，下面开始讲本决。起信论讲本决又分虽然本决与兴静本决两个角度。虽然本决是从现实的角度讲本决与杂染的关系，所以叫虽然。兴静本决主要是从逻辑的角度讲本决的所有可能的功能，所以兴静本决是包含虽然本决的。虽然本决夫次本决虽然分别生二种相，与彼本决不相舍离，云何为二？一者致敬相，二者不思议业相。本决因为染法熏习能生起两种不同的相，这两种相与本决之体互不相离。哪两种相呢？一是致敬相，二是不思议业相。就说本决对应于染法有两种作用，致敬相和不思议业相。致敬相者，为以法力熏习，如实修行，满足方便故，破和实相，灭相续心相，显现法身，至纯净故。所谓的致敬相，就是依靠本决内熏和教法外缘的力量，以佛法正理如实修行，圆满六度万行，破除阿赖耶识的杂染相，断灭相继不绝的嗔心妄念，显现纯净无染的本觉之性。此意云何？以一切心识之相皆是无明，无明之相不离觉性，非可坏非不可坏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凡夫一切心识活动之相都是无明，而无明之相又不离本觉之体，就说无明的心识都是以真如为根本原因而产生的，所以说无明的心识是不可坏灭的，又不是不可坏灭的。因为心识在本质上都是真如，所以说不可坏灭。心识上的杂染是可以去除的，所以说可以坏灭。如大海水因风波动，水相风相不相舍离，而水非动性，若风止灭，动相则灭，失性不坏故。看这个图，就好像大海之水因风起浪而波动。大海水啊，就是阿赖耶识，风就是无明，波浪就是杂染的前期识。水相与风相互不相离，就说心识与无明不相离。如果风止息，就是无明没有了的话，那么水中的波浪也就止息，就是杂染的前期识断灭，而水的湿性不会坏灭，就是阿赖耶识的本性本觉真如不会坏灭，而且水本身也不会坏灭，就是阿赖耶识也不会断灭。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，因无明风动，心与无明俱无形象，不相舍离，而心非动性。若无明灭，相续则灭，智性不坏故。众生本来觉悟的心，也就是清净赖业，因为无明风的吹动，升起了妄识的波浪。心识与无明，它们并不是截然二分，可以区分出两种形象的。它们就像海浪和风一样，互相依存，不相舍离。清净赖业本来是没有妄动的，如果无明风灭，则生灭相续的妄心也就会停止，但是水的湿性不会坏灭。这一段跟上一段基本是一样的。以上是讲虽然本觉的致敬相。致敬相简单总结一下，就是可以让心识变得清净的功能。下面讲虽然本觉的不思议业相。不思议业相者，以一致敬能作一切圣妙境界，所谓无量功德之相，常无断绝，随众生根自然相应，种种而现得利益故。所谓的不思议业相，指由于致敬相而表现出的各种各样的圣妙境界，即无边无量的功德之相，长恒不断。
成佛之后啊，本觉真如能因众生的根基不同，随机示现自然感应，使众生获得种种利益，这就是不思议业相。简单的说，不思议业相就是本觉真如的普度众生的功能。虽然本觉就说完了，下面是心净本觉。复次，觉体相者有4种大义，与虚空等犹如静静。觉体相就是本觉自身都有哪些性质功能。觉体相一共有4种，就是4种心净本觉。4种心净本觉呀，就好像无形无碍的广大虚空，又如同清净无尘的明镜。所以4种心净本觉都以什么什么净来命名，这个就表示本觉自体清净无尘。云何为4？一者如是空境，远离一切心境界相，无法可现，非觉照一故。具体有哪4种呢？一是如是空境，本觉自体远离一切主客观所幻化的妄想，没有任何事物和现象可以显现，没有虚妄的觉知观照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远离虚妄。二者因熏习境，谓如实不空，一切世间境界悉于中现，不出不入，不实不坏，常住一心，以一切法即真实性故。二是因熏习境，指如实不空，即一切世间的现象都可以在本觉之中显现，没有出入，没有丢失损坏，常住一心，因为一切现象即是真如实性的表现。有一切染法所不能染，智体不动，具足无漏，熏众生故。本觉虽然显现一切染法，但自体不为染法所染污，所以说本觉不动，具足无量无边的清净功德，可以从内熏习众生，使之趋向菩提。因熏习境就相当于虽然本觉中的智境相，都是能够用净法熏习众生。三者法出离境，为不空法出烦恼爱、智爱，离和合相，纯净明故。三是法出离境，由于本觉的不空属性，就是上一句所说的因熏习境，使众生出离烦恼障和所知障，也远离一切染净和合的状态，达到纯净无染、智慧光明。四者缘熏习境，为依法出离故，遍照众生之心，令修善根，随念示现故。四是缘熏习境，只基于上一句所说的法出离境，能普遍关照众生的心识活动，使他们修习善根，并随机示教，以作众生觉悟的外援。自己觉悟了之后，使他人觉悟。缘熏习境相当于虽然本觉中的不思议业相。这样本觉、始觉就都说完了，下面说不觉。不觉分根本不觉和枝末不觉。根本不觉就是从根本上解释不觉，枝末不觉就是不觉的各种表现。先说根本不觉。所言不觉义者，谓不如实之真如法义故。不觉心起而有其念，念无自相，不离本觉，犹如迷人，一方故迷。若离于方，则无有迷。众生一耳，一觉故迷。若离觉性，则无不觉。所谓不觉的含义，是指不能真实的了解真如实相，所以不觉之心才能启动而产生种种妄念。妄念没有自身的体相，它的存在不离本觉而有。就好比迷路的人，由于找不到要去的方向才会迷路，但如果我并不想要去什么地方，那我就不会迷路。一切众生的妄念也是这样，有觉才有迷，没有觉就不会有迷。已有不觉妄想心故，能知名义，未说真觉。若离不觉之心，则无真觉自相可说。
正是由于有不觉的妄想心的存在，能了知世间出世间一切法的名义，所以可以谓之说真觉之意。如果没有不觉之心，也就没有真觉可说了。就说因为有虚妄的名相，所以才能借用名相来讲佛法。如果没有虚妄名相，那也就没有佛法了。下面讲知末不觉。知末不觉分成三细六粗，3种细的和6种粗的。先说三细。复次，依不觉故生3种相，与彼不觉相应不离。依于根本不觉产生3种细相，这3种细相与根本不觉相互依存，不可分离。云何为3？一者无明业相，以不觉故心动，说明为业。觉则不动，动则有苦，果不离因故。有哪3种细相呢？一是无明造业之相，指由于根本不觉而生起妄心动念，这就叫做业。如果有了觉悟，则不会有妄心动念。有妄心动念，即会招致人生诸苦。诸苦是果，动念是因，果离不开因。无明业相，简单的说就是妄心动的样子。二者能见相，一动故能见，不动则无见。二是能见之相，指由于起心动念的原因产生见识的活动。如果没有起心动念，也就不会产生见识的活动。如果你忘了什么是见识呢？看这个图，左边的就是见识，右边的是相识，下边的是认识结果。三者境界相，一能见故境界妄现，离见则无境界。三是境界之相，指由于见识活动而转现出的虚妄境界。如果远离见识妄动，也就没有虚妄境界可现。境界相就是相识。这样知末不觉的3细支就说完了，先休息一下。